Hello， 大家好，我是 Venus，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距离我刚买 Breville 咖啡机的时候，大概已经过了整整1年了。然后在这1年中，如果大家有看我的 Vlog， 应该都会知道我非常频繁的使用这台咖啡机。所以呢，我觉得过了1年呢，是时候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Breville 咖啡机的使用过程，然后还有这台咖啡机到底值不值得买呢？值不值得入手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这台咖啡机的型号在台湾叫做 Breville 878，我当初是在百货公司买的。这一台打完折大概是33000元，然后还会送5000块的咖啡豆的折价券。那我就大概介绍一下这一台咖啡机它主要的结构。首先是后面的水箱，上面有咖啡豆的豆槽，然后右边是蒸汽棒，就是要打拿铁、打奶泡的时候要使用的蒸汽棒。再来就是主要出水的 portafilter， 美式的时候啊，大家要加热水嘛，然后这里有一个很方便，就是热水的出水口，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水柱，然后热水就会直接出来，也是蛮方便的。因为有些家里呢，他们的开水呢是只有冷水的，所以要喝美式的时候呢，就直接打开那个热水出水口，你就可以直接喝到热水。那有时候冬天天气很冷，你想要泡热茶，或者是你想要喝一杯温开水，你也是可以使用它的热水出水口，就是你开机不用等太久，它马上就会出热水给你，所以是非常的方便。那我现在就来实际操作一次我的 Breville 878给大家看咯。首先呢，是在咖啡豆槽里面放入豆子。如果你是使用双杯份的话，豆子的公克数大概是落在20克左右。然后我的汤匙啊，买的时候它就有附汤匙，那这个汤匙1匙上面就有写它是10公克，所以就是挖2匙。然后再来，我就让咖啡豆研磨成粉，就直接放进来。这个手把放好之后呢，就推一下，它就可以开始研磨咯。研磨好之后啊，它的粉是分布不均的，然后这时候我就可以用刚刚的这个汤匙的另一端呢，让它变得比较平整一点。再来就从这边取出填粉器、填压器，它是磁吸式的，所以非常方便。看。要用的时候再拿下来。我要开始制作2杯 espresso 咯。如果你今天要喝热美式的话，它的操作非常简单，蒸汽是往前推，那现在呢，热水出水口就是往后推。耶！一杯好喝的热美式就做好啦，是不是超简单？做完美式，我们先要来做拿铁。以热拿铁来说的话，我们要准备的是钢杯和鲜奶。把鲜奶倒进钢杯的这个中间的地方，到这里这个点。新手的话，我非常建议可以搭配温度计使用。然后我们最终的奶泡的温度大概是55度到60度左右。那我们就把这个温度计放进去。即使到现在啊，我已经使用1年了，我还是会仰赖这个温度计，让我可以好好的掌控它的温度。使用这个蒸汽棒之前啊，我会再让它运作1次，然后确定它是雾气而不是水之后呢，我才会开始使用。OK， 那现在就可以开始来打奶泡咯。
我大概会让它滋滋滋声，维持12秒左右，然后再把钢杯慢慢往上移，让它变成再打整个牛奶。注意温度计，现在大概快要55度了。好，然后我通常会让奶泡稍微敲一敲，如果上面有太多的浮泡的话呢，可以用汤匙捞一下，大概这样子，让它有流动性，就是 OK 的。融合，然后开始拉花。好，耶！2杯好喝的咖啡完成了，我来试喝看看。美式。还不错，喝喝看拿铁。用这一台咖啡机做出来的拿铁真的是非常好喝，不会输外面咖啡厅的拿铁。那最后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使用1年过后2点，我觉得这台咖啡机最棒的地方。第一个部分就是它是一机到底，然后它的储物空间非常的棒。那储物空间呢，包括一些垫片啊，然后一些零件呢，它其实都是藏在就是滴水盘打开来，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抽屉，然后就是它的储物空间。所以相较于其他品牌的咖啡机来说，它可能有些零件就是要自己收纳好，然后有些人可能用了很久之后，那些零件就找不到了。那这一台咖啡机它就是全部都是一机成型，以 Breville 878这个型号为主，它的咖啡机豆槽是直接放在上面的，所以我今天就是直接，假如说我要把这台咖啡机搬到门口来做使用的话，我就是直接这样子一台搬过去就好了，其实非常方便。第二个优点就是它的清洁过程非常简单。假如说你做美式的话，你做完美式之后呢，你只要把它的 portafilter 里面残留的咖啡把它留下来，所以你就再按一次单杯键或是双杯键，让水继续流下来之后呢，它的出口是不会残留粉的。然后呢，最后再把滴水盘拿起来倒到水槽里面，这样就好了。那如果你今天有用到蒸汽棒的话，也是非常简单啊，你就把钢杯里面装冷开水，然后再继续打一次，蒸汽棒表面的奶垢就会被软化掉。那软化之后呢，它的奶管还是烫的，大家要小心哦。如果要清洁的话呢，就是请拿抹布来回擦拭，让它的奶垢擦掉，这样子就 OK 了。我大概每天是花操作加上清洁大概是10到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所以如果你是上班族，或者是你要早八，大概提前15分钟起床准备你的咖啡，这样子就好了。最后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一台 Breville 878它值不值得买呢？满分10分的话，我会给8.8分。对于一个咖啡成瘾者来说，每天都要喝到咖啡，然后偶尔呢又想要喝到像外面咖啡厅那一种好喝浓郁的有奶泡有拉花的拿铁，那我觉得你一定要购入这台咖啡机，因为它打出来的拿铁真的是超级好喝。这也是我当初去百货公司试喝完之后决定要买它的一个关键。非常推荐这一台 Breville 咖啡机给大家。那这一集影片呢，大概就到这边。如果大家对我的咖啡机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询问我哦。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有关咖啡如何冲煮好喝的咖啡的影片，其实我之前已经有拍过1集了。那一集呢，主要是如果你家里面有咖啡机的话，你又是一个小资族，你不想要花太多的钱在购入一台咖啡机上面，那我就推荐了3款。第一款是手冲，然后法压壶，再来是摩卡壶，这3款。那如果你想要知道它的操作方式呢，都可以到我的资讯卡上面回复住。那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问题呢，或许我之后还可以再拍1集来为大家解惑。那我们这一集先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看。喜欢的话呢，欢迎帮我按个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或者是把这一部影片呢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分享给也喜欢做咖啡的好朋友，或者是也分享给正在思考着要不要买咖啡机的好朋友。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下次见，拜拜。